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一起來看劇《太平年》。我們看到第2集的中段，就是吳越王宮大火。那大家一直加緊催更，我知道到底有多大的陰謀藏在這場大火裡面。我們來繼續看下去。誰當之？皇上，今日是雙日子，按規矩該胡令公輪值內陽。這個重點，如果追究責任起來，那胡令公胡進思就要倒大霉了。何承旭何在？讓何承旭那个沙才滾出來見我。胡進思的親兒子何承旭，他是胡進思的手下，他是第1隊的隊長。嚴通是代運的手下，是第2隊的隊長。或將拜見令公。嚴通本來是派來封鎖府庫的，所以火肯定是何承旭他們放的。何承旭掏空府庫，在上一集我們是知道的。那看到嚴通，胡進思心中暗叫不妙，因為今天換他輪值，而嚴通在這裡。那你覺得胡進思怎麼想？是不是嚴通你放的？那既然是嚴通放了，那會不會是代運放的？那代運跟他是政敵，兩個權臣是互相平衡狀態，較勁中。我是在問你如何會在此地？何承旭何在？令公，火起來突然，不想立即在奔走救火，未曾見到何必拿下。令公有命，不想救我，不想死，不想带台，他们火力承認的。哎呦，天大的胆子，你不敢这么比吗？是奉了代太尉的命令。那這下胡進思心裡更加低張了。代運是不是想要出手？不管代運要不要出手，反正他既然是奉代運的命令來封鎖府庫，那現在又是他當差，很明顯，如果起火了，不就嫁禍給胡進思？他看了他兒子一眼，怪怪的，跑到府庫裡面去了。大王，你看大王對他的態度跟眼神，非常的不爽。胡進思心裡暗叫不妙，而他當下瞥了胡景一眼哦，我覺得這裡面應該有一些陰謀在。因為胡景一直心不在焉，所以如果胡進思不做點什麼，那完蛋。不過這裡有一個不太符合史實的地方，史實是吳越的王宮全部都燒毀了，乾元觀不管走到哪裡就燒到哪裡，導致乾元觀以為是鬼火，就嚇出病來。有沒有？就薨逝。帝跟王在使用死這個字的時候是不一樣的，帝的死叫崩，所以我們一般叫做駕崩；王的死叫薨，一般平民死叫卒。你看他很慌，我看他表情，因為這事情如果沒有其他人負責，胡進思完蛋了。因為乾元觀心中就認為說你胡進思沒把事情做好。皇上要傳監嗎？那乾元觀驚嚇太深。呂布，大王臣在。我們左室裡少有一個旁人，無神緊要，小於內外，不得慌張從事，擅行謠言者，斬。臣服教。本來乾元觀想把這事情壓下來了，但事實上史實是全燒了，所以是不一樣。理論上火場是非常熱的，也不能這樣站着。皇上！所以本來乾元觀是不想追究的哦。胡進思趕快背，因為胡進思知道這是生死一搏了。有人在偷看，嚴通被抓走了。如何了？高州將可曾看到了什麼？胡令公背着王上剛剛過去了，還拿了嚴通留着嘴，想必還未來得及信門。所以這有很關鍵線索，王上不行了。胡進思把王上背走了，然後嚴通現在被認為可能是燒宮禁的謀犯，嚴通背後是代運，所以天大的陰謀開始了。怕是不大好。要真是不大好，那可真是大好了。因為放火燒宮殿，這個要追究下來，一定要有人死的。可是如果這時候王權變異的話，那這件事情等於是屏障了，打掉重練。大王是怎麼了？哎，夫人，請夫人恕老臣無禮，請吳夫人偏殿安置。吳夫人離開，那可能要接棒了嘛。吳夫人是錢弘處的媽媽，也是乾元觀晚年最主要的妾室，等於說是陪在乾元觀左右的。夫人請關心。你看，馬上旁邊的人過來了。老夫謹當面負罪。這代表說胡進思在宮中相當有威勢，他不走他也得走，而且他可以使喚宮中的人，他滲透很深。因為胡進思這個人疊合了幾個歷史史實權臣的角色，所以他這邊有做了一些改變。不過大體來說還是不錯的。那這一定是他的人，選一個妥帖之人，傳喚2名宮醫來瑤台院。是。瑤台院指的是他們現在所在的宮禁。務必謹慎小心，不得走漏消息。2個太醫，那妥帖之人代表說找的都是誰？他自己的人。胡進思素來英明闊決，萬萬瞞不過他的。既如此，趁着宮中大事未起，早早散出宮去，各自歸家等死吧。酸他！你現在逃出宮，被收捕到還是死？這次有幾分把握？若王上身體並無大礙，便只有2分機緣。可是如果王上沒死的話，那這件事沒得把成。從此一病不起，這如何？8分機緣還是有的。意思說這件事情就可以成了，搏一搏單車變摩托。說實話，啟稟督憲，王上脈搏極淺，切齒無根。說人話，回督憲，這腹肺之象乃是以下7訣脈之一，這王上恐怕是。意思說王上不行了。病因呢？
自7歲孝獻世子弘時以後，7歲孝獻世子是指乾元觀的第一個最大的親兒子，去年剛死而已，叫做孝獻世子錢弘尊。這學生沒有出來，這邊就說他已經病死了，這是他的真正的兒子。因為乾元觀早年的時候都沒有生小孩，前面4個領養，這錢弘佑是另外領養，是姓孫的。如果沒記錯，錢弘宣是錢家的，也是錢流的孫子，但是是乾元觀的兄弟的。直到第5子孝獻世子，那為什麼叫孝獻世子呢？通常皇帝的接班人叫太子，大王的接班人叫世子。那如果早死，通常封某某世子。那如果是太子早死，某某太子。最有名的就是朱標，朱標就是朱元璋的大兒子，所以朱標一般又被封艺文太子，就會改一個封好來標榜他生前做過皇儲。什麼世子就生前做過王儲，因為吳越國是以王禮，所以他什麼都是這樣一歸哦。就像他是內衙，內衙他不是寫牙齒的牙嗎？其實又可以寫作衙門的衙，類似吳越國的禁軍，內衙就可以叫衙，因為它其實就指的是王的官衙官署。那為什麼叫衙門？因為古代的軍队军營的入口處就是衙，這是來自於軍事術語而形成。皇上悲情入心，傷了肺景。冬天的時候又染了风寒，千言近百日，早已根基动摇，沉疴直入肺腑。今夜骤然惊怒，一并發作了出來。當然是王上沒了，有法子救治嗎？真的，臣等無能。二等聽着，大王病危，內外宜聚，這是要命的當口。我不管你們用什麼法子，務必讓大王行轉。啟稟督監，若是以金針刺百會，賜神聰神庭，或讓王上行轉片刻。只是這手段觸動生機，催行經脈，這一口氣上來容易，卻是萬難為繼的。我曉得了，用什麼？什麼意思？用了就會死。對，等於是讓他回光返照。在古代中醫確實有這種說法，他最後一口氣打上了，交代遺言，然後人可能就崩。那這正常的大臣哪敢做這種事？因為如果不用，搞不好皇上有機會行轉可能還可以再拖上一段時間。所以看侯進師已經下定決心要做奪權的行為了，準備要來改變吳越的命運了。萬事某擔着，不干你二人最早，用什麼？諾，就是好 ，OK。大王，現在什麼時辰了？勉強清醒。46刻剛過。哦，還有多少時辰？他也知道自己要完蛋了。老臣晚死，請大王交代大事。本宮留下，其他的人出去。那內府的人看起来真的是乾元觀的人。恐怕诸军都指揮使西安侯弘佑才见文武，直通天地。老臣不辞晚死，请大王收回成命。这个镜頭真的蠻厲害的，就把視線這樣拉。現在胡進師位居上位，要威脅他啊！你說威脅很難，但是現在胡進師掌握主動權嘛？你知道他在逼宮。幹嘛？三郎不合他這個心意。你看這句話，請問傳承是胡進師爾等，你可以參與的嗎？可是你看他直接刺穿他，不合你的心意，也就是說你是謀奪篡立。自古君王有真兒子在膝下，萬沒有立假兒子道理。我這一句話好精髓，因為我剛才有講了嘛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其實前幾個都是養子。那真兒子跟假兒子之前也跟大家聊過嘛，只要有真兒子，一般還是意願傳真兒子，因為他的合法性更強。既然可以有假兒子，那女婿算不算半兒子？事情就很麻煩，而且中原很亂。像後晉石敬瑭就是後唐明宗的女婿，所以盡可能的立真兒子還是比較實際。當然，這個石敬瑭是自己打出來的，但是他確實有他的合法繼位身份。但是這就會形成一個問題，那只要有親緣關係，就有承繼的部分，那就很亂。可是乾元觀還是希望能對國家未來好的為想嗎？因為這裡牽涉到一個問題是，乾元觀早年無子，所以乾元觀的親兒子們年紀都偏小，甚至在五代有這樣的狀況：傳賢不傳親，立長不立幼。傳賢不傳親，就是說我傳最厲害的，不見得傳跟我最親近的。有些人在傳賢不傳子，立長不立幼。為了國家的好，為了社稷的好，我立年長的子嗣。這一年剛好是石敬瑭在位最後一年，明年剛好石敬瑭就死了。石敬瑭駕崩的時候也是遇到這個問題，後來石敬瑭因為他的親生兒子在他起兵的時候都被幹掉了，所以他只有一個養子是他的侄子，也就是後來的後晉初帝叫石重貴，後來是接了石敬瑭的位置，就是立長不立幼。他雖然有親兒子，但親兒子很小，也是後來補生的。三郎雖為大王養子，卻也是元帥府孫廷甫所生。元帥府孫廷甫所生，所以是收養過來的。大王居吳越12州之地，100萬軍民，
托付一個命令楊子。吳越12州之地，這個12州之地是吳越的全境。那吳越在最後納土歸宋的時候是55萬戶，古代一戶是5人，所以有200多萬人。這個時候距離吳越王國還遠得很，還有30-40年，所以100萬居民確實是真的。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吳越它版圖算很小的，但是它的人口密集度是真的是很高，代表吳越是很富庶的。這個時候的吳越還沒有吃下福州，因為這個時間點還沒到97年，95年才去滅閩，所以這時候還有一個閩國在這裡。那今天這個地方依然是很富庶，為什麼？因為呢，今天這個地方是浙江、上海、太湖流域、钱塘江流域，如何能使內外不一？如何能使朝野相安呢？明朝皇帝也非太祖皇帝亲生。后唐明宗這個就牽扯到後唐的帝系。后唐太祖是李克用，但李克用沒有真實稱帝。其實基本上5代10國都是节度使起家，所以李克用是當時最大的节度使。他的主要對手是后梁的朱溫。這梁唐爭霸很重要，2支部隊，后唐主要盤踞在今天的山西，後梁主要盤踞在今天的洛陽到開封這一帶，也就是後來整個黃河流域這一帶。朱李之爭，梁唐爭霸是從唐末一直到後5代初期的主旋律。李克用死的時候，后梁還沒滅，後來是李克用的親兒子叫李存勖。李克用有13太保，也就是他13個戰力最強兒子。這13太保裡面，其他12個都是養子，但他還有其他戰力很強的兒子。13太保的說法也是後來戲曲常用的。戰力最強的其中一個是李存勖，就是他的親兒子，後唐莊宗。我認為，如果論單將元帥實力，這個人戰力應該在5代排名前3名，可以說是5代其中一個戰神的存在，非常能打。但這個人後唐莊宗李存勖拿下了中原之後，只花了4年就掛了，因為他非常愛看戲，所以他重用很多伶人，他自己是票友，導致屬下對他非常不爽。後來就爆發了新教門之變，但因為他不是這次的重點，所以我們就不多說了。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新教門之變。他有一個藝名叫李牙子，又叫李天下，所以你可見其勇猛難當。他就是標準的正在馬背上辛苦了10數載，現在享受一下又如何？這裡就牽扯到13太保之一的後唐明宗李嗣源。李嗣源是李克用的養子，跟他們家是同族的，但不同宗，也可能遠支是同宗，但原則上都是沙陀族，至少在血緣關係上是比較疏遠的。沙陀人這個姓李也是次姓的，因為沙陀源自西突厥別部，只是統治階層一起集體改姓李，所以只能照這樣。但李嗣源本身跟李克用、跟李存勖沒有直接近支的血緣關係。但是李嗣源後來在李存勖被殺了之後，李嗣源就接了這個爛攤子，反而變成5代最賢明的君主之一。另外一個是後周世宗郭榮，後來復姓柴，叫柴榮，這後來出來。所以有沒有這種傳賢不傳子？所以明宗一死，石敬瑭便篡了他家天下。這裡講的就是後來李嗣源死了之後，他的兒子李從厚繼位，叫後唐閔帝。後來後唐閔帝鬥不過李嗣源另外一個養子叫李從珂，李從珂是李嗣源的夫人宣獻皇後以前所生的兒子，他就把他收養了，作戰也相當勇猛，所以李嗣源也很欣賞他。後來就被奪了，但這裡有點快，因為李嗣源是933年駕崩的，他的兒子李從厚是934年被殺的，而李從珂是做到了937年，所以等於說又過了4年之後才被後梁奪了。不過確實李從珂上來之後，石敬瑭是很不服氣的，石敬瑭就不滿李從珂，後來就起兵奪了李從珂的天下，建立了下一個朝代叫做後梁。石敬瑭在哪裡？石敬瑭呢是李嗣源的女婿，他本來就跟李從珂不对盘。石敬瑭是后晋的開國君主，不在這個世系表裡面。可是我好奇，如果是女婿，他應該是娶了李嗣源的女兒。對，那個女兒是他自己生的嗎？對，是他自己生的啊。永寧公主是李嗣源的愛女，當初也是幫了石敬瑭很多，就叫後晉的李皇後。中原天子，既然假兒子做得，好女婿便也做得。這就是在講李存勖死了之後，結果是明宗李嗣源上來。那明宗上來之後，石敬瑭又可以上來，所以他們意思就是說，你讓假兒子當了，你的政權就動盪不安。大王，中原之地亂了幾十年了，父子相殘，君臣弑許，乾坤顛倒，有些事迫不得已，所以将錯就錯。將錯就錯，在逼宮了哦。其實乾元觀是很不爽的哦，因為這個火本來就你胡進師沒顧好了。咱們吳越卻不止於此，吳越覺得不止於此，快要流浪入宮。這時候乾元觀也想通了，因為他最後也沒多少餘命了。那胡進思叫六子，所以他認為是好控制嗎？他可能認為他比較年輕好控制，因為他當時還非常的小。乾元觀是死在941年，941年的時候，這裡就有按照史實，剛才說世子早死，940前一年世子掛了，而且937年才確立他是太子。那老六就是錢弘佐，不是一開始出現在海島那邊跟海盜這邊玩的錢弘處。弘處不是去追查宮中不匹失竊案，遇到了海盜，可被人家打撈了，沒想到抓了他的海盜是弘佑的媽媽，對，錢弘佑就是老三。所以這個時候941年，錢弘佐
928、947，他才13歲，這樣懂了嗎？而且你看到这幾個小孩生得很近哦，錢弘佐、錢弘中、錢弘聖這個沒出場，錢弘簇才1年，他長得比較着急耶。這幾個都差不到1年，所以錢弘簇12歲，確實長得有點着急，也長得像16歲了。好啦，古代的確是長得比較成熟，所以他是可以被控制，他有這個想法。不過我跟大家講，13歲在古代的時候不見得很小，因為蘭陵王14歲就當上大將軍，就已經出去打仗了。他們早熟了。對，而且那时候都可以結婚了。对，没錯，很多14歲趕快繁殖，不然會無子。大王宣六郎覲見。六郎來了，老七被擋住了。錢弘中內衙親軍副都指揮使。老六郎，這是何年？大王教命，只選了六郎，未曾選得七郎。所以兄弟一起趕來。不過歷史記載，通常他們兄弟的感情還是可以的。請郎君殿外候教。這幾個長得很着急，他們現在都只有13歲，13歲、13歲、12歲，老九還在島上玩。阿爹，親爹叫阿爹。如果是養子，通常叫父王。是啊，不跟你阿爹。這演技真好。君臣之禮了。是啊，就說傻孩子啊，你怎麼沒講君臣之禮？因為一開始錢弘佐登場的時候，他爸爸不是說你為什麼不叫阿爹？說不行，君臣之禮。所以你看這邊回收這個梗，細，真的細，好看。終有一死。因為他才13歲，他只是長得着急了一點。13歲死爸爸，多少心情難過。他等於是他們實質上的大哥，所以讓他進來，等於他就是個預計接班人。因為老五走了，所以老六上來了。去年4月，五郎没了，故便讓你入了相府，参决书政。你是一个临大事有精气的，只可惜时候太短了。故本想再替你撑个1年2年的。父王不要說了，父王赡養身體，國榮家榮，文武公卿，宗親兄弟，12州69縣100萬軍民，口無洪作，我口無父王。如果心機一點講，就是懂謙讓。父王意思要傳位給你，你不能表現出任何喜悅之情。他說父王保重龍體啊，保重聖體啊，千萬不要講這種話。國可無我，但不可無你。當然，我覺得這邊長得比較着急啊。但以一個13歲的小孩來說，我比較傾向是真情流露。元琛，第3位出來了，第一都是何承訓親衛，第2都是閔通親衛，第3都劉彥琛，第1都是最大的一個小偷。平日裡豈不知你是個有膽略的？老夫奉王命統領內衙兵馬，因為你這廝深夜擋在了宮牆外，你信不信？老夫實行軍法斬了你！戴運想要進攻，結果被劉彥琛第3都給擋了。第3都是誰的人？有可能就是胡進思的人。當然，胡進思挾着王命來控制第3都有沒有可能？這也很難說，這個裡面有很多細節。但戴運看得出來非常着急。回太尉的話，末將不敢亂了上下尊卑，只是職責在身，夜間宮門下院，不奉王命，末將不敢開門。這裡有一個重點，不管是5代十國，或者是你還記得一開始啊，差點又想講趙少康。哎，我病了。趙匡胤跟他的爸爸去救援張氏的時候，當時回到宮門，其實宮門一般是不能開的。趙弘胤晚年有一次，趙匡胤守門，按規定就是不能進門。他爸爸在門外待了一夜，後來染上風寒就走了。所以當時5代十國為了避免清軍叛變，一般來說都是盡可能的不讓人夜間出入。所以這個也是職責所在，沒有王命不能開門。火光衝天，皇上要有什麼危險，你擔當得起嗎？速速開門，放老夫進去參拜王駕。太尉要殺末將，末將甘願伏法，若是無旨開門，確實不能。戴運此刻還在宮門外。是的，親衛第3都督將劉彥琛未曾開門，卻將自家用繩索自宮牆上墜了下來，與他當面周旋。這個劉彥琛不錯，抬舉他一個副都以後，所以要從親衛第3都上升一個檔次。親衛第1都何承訓有破天大事要稟到老靈公。你看胡進思第一時間都是看了他的兒子。你在朝堂的地位尚可，與軍中的歷練不足。當年顧繼位的時候，就是獻上了兵權，才得了天下。這也很重要，還是再強調一次，5代十國驕兵悍將，他是這樣的概念。所以為人掌兵權者，他是沒有辦法服得了眾的。你也看到吳越這些權臣，基本上都是帶軍權的人。戴太尉身為賢主，又是內衙帥臣，末將不得不從，只得任他侍衛。卻不料末將交出內庫房屋不足1個時辰，大火便燒了起來。末將為內庫之首，百思莫屬，這下是肝膽欲裂，卻不知該向何人陳述冤屈，這才投膽來尋老靈公陳情，實在萬死。這時候他開始嫁禍給戴運，不過戴運確實派了第2都的閔通來控制這個宮門，本來是要查誰是掏空案的，所以何承訓很厲害，他這時候借機嫁禍給戴運，而戴運指揮的第2都閔通就要擔這個罪責。承訓，末將在，你何大膽子，當面構陷國家重臣，一可知罪。當面構陷國家重臣，撤他。末將所言句句屬實，若有一句虛言，甘願萬死。我拿下。吳瑾的態度很曖昧。父親，今夜戴運舉措確有不妥啊。
什麼意思？因為代運確實把宮門給封了，而現在是胡進師輪值的時候，你派你的人來封宮門是什麼意思啊？還火燒？是啊，记着，你继位之後，洪俊、洪佑2個都养子，一個是實際上的老大，一個是實際上的老三，不可繼續領兵。我操，國中萬難安定。老爹，元宗老臣，皆不可托付。那众老臣皆不可托付。他也看出来了哈，代运、胡进师都不能托付，兒子該怎麼辦？所以代表他們父子都很清楚，這些人都非常的跋扈。再說一次，5代10國骄兵悍將，即便在和平的吳越都如此。先王一血，善始中原大国，盛世中原大国，东南市民。东南市民，東南一般指的就是吴越，因為它的位置就在東南。比如說我們上次有講嘛，南唐一般被稱為淮南，因為它的核心地區在淮河以南、長江沿岸，也被稱為淮南。以方位來論定，中原就是黃河流域，這就是黄河開封，有沒有？善使軍中將校，善使軍中将校，若能笼络群下，此可加恩。加恩，透過手段來拉攏這些軍校，這個已經是政治腹黑學。我不能，出事要果斷勇決，意思要夠狠，万不可纵，不忍之人。懂了，兒得期限了。給他當面傳授心法，被綁住了。這何承旭這個演員其實長得蠻特別的，他長得很賊眉鼠眼。對，三郎手裡的弓箭都暫時無力，所以三郎掌握了弓箭都，都就是當時的基本單位，差不多是一個連隊的概念。關鍵是代運，他是欽從、欽衛6都，名正言順的掌兵大帥。欽從、欽衛6都，等於是整個禁軍實質上是歸他調動。他的意思就是說，他的威脅比較大，先殺了他。對，他是太尉。天亮之前，我還能以論职恭敬的名義將其拒之宫门外。一旦天亮了，他要闖進來，事情便不好办了。應該不至於吧？大魏更替，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，誰敢掉以輕心呢？所以已經講到下一個階段，生死鬥。 30年來，最不少的便是亂臣賊子。老鄰國，王上宣了。他的眼神很防備，交代完了，最後一些秘密沒有給我們的觀眾聽。岳洛，宇宙儀表，奏告汴梁天子，請你天教太傅镇海、镇中2镇，节度副使钱弘佐为中书令，吴越國王。這是什麼意思？吳越王要兼任2鎮鎮海、鎮東節度使，因為吳越之地主要就是由這2鎮所構築起來的。還有檢校太傅，這是他在中央的官職。因為吳越國善事大國，向來以中原為尊，所以他們稱王不稱帝。所以名義上，他事實上是後晉的遼屬國，只是他是獨立的國家，在名義上有從屬關係，所以必須上奏給開封府的天子。這個時候還是石敬瑭，但石敬瑭明年就死了，所以上奏給石敬瑭，以老六錢弘佐來繼任，告訴開封府石敬瑭他們說，我要死了，我的兒子要來繼位。那等於是把他頭銜都再講一次，因為吳越有西府跟東府，剛好就是2鎮節度使。東府就今天紹興，就紹興事業遍天下紹興。西府是吳越王長期的駐地，所以它是真正的首都，就今天杭州，很有意思哦。所以鎮海、鎮東節度使，2鎮節度使，這也是吳越王比一般節度使更大。老臣奉教。故事之後，誅三郎，驅逐老三。兵权，以德歸子，不及本姓孙承佐。最大威脅，廢除他的繼承合法性。為什麼只奪3子？因為如果三郎繼續握有兵權，必定會起兵來造反。所以說，名義上的老大養子是沒有。對，兵權正在老三手上。老大是東宮之首，就相當於是第一執政。另外注意一個頭銜是鎮海、鎮東副節度使，因為其實已經把錢弘佐當做繼位人來養，所以副節度使相當於是我的副手了。因為鎮海、鎮東是吳越王必定的官職跟頭銜，他還沒做到世職，還沒封上去，因為他還要再頂幾年，就這個變異產生。所以錢弘佐他本來在培養中，所以先以副節度使的名義，這個很有意思。我上的性命，不要殺他，他沒有犯錯。兒子，九郎就是錢弘處，是個跳脫之刑，我要拘束他。長軍、領軍，皆不是他所愛。意思是說錢弘處不喜歡長軍領軍，他是個自由的孩子。真心之險啊！你這個當哥哥的，要好好護着他。是，劉老，都托付於你了。象徵王權的玉戒指，他沒有交出去。老七，錢弘中，
演得真好，而且我这加速了。總結這一集啊，我覺得其實蠻精彩。你覺得你看到什麼？全程的陰謀，他們自己私底下交鋒用得過，但會害死人。在我的視角認為，前元冠還蠻無辜的啊，做這個王做得蠻好的，只是因為下面的群臣在鬥爭，使得他一夜之間就轟了，我覺得太慘了。所以莫生在帝王家，有人是這樣感嘆。我覺得生在帝王家 OK， 在你的臣子要對你夠忠心啊。其實這還是再次體現了整個五代十國的特色，骄兵悍將。即便他已經做吳越王這麼多年，他依然控制不了他所有的屬下。而且這個劇本其實是有刪減過的，因為裡面還有一些其他人物是沒有登場。但是不管怎麼樣，確實也體現出吳越的廣攻的鬥爭是非常激烈。另外要講到這場大火是個歷史之謎，從史料來看，很多人認為有可能是老三跟代孕放，有可能，但是是不是不知道，因為這真的是個歷史謎，而且當時是所有宮殿都燒掉了。在討論說是不是何承訓他們放，因為他們想要这些證據，就屬於劇中腦補的部分了。但是又沒有史料記載，我們也不知道。只是說這個改編還是相當不錯的，我們也不知道他後面怎麼演。但是我感覺如果他照史實走，那老三跟代孕比較有風險。可是我目前就看下來，其實我覺得老三跟代孕其實蠻正常的，代孕就是蠻忠厚老實。所以這個鬥爭就是很激烈，而且對胡敬司來說，他有講了一句是為什麼他要把代孕幹掉。因為代孕是真正掌全部軍事的大領頭，所以對胡敬司來講，新王上位，如果軍權不在他掌握之下，代孕很快會奪了他的權，很危險。剛才前元冠要薨逝之前，不是跟他兒子講，你在府中上還可以，就是說他在行政方面沒有問題，但是軍權沒有掌握在手中。所以如果今天錢弘佐要順利上位，就必須掌握軍權，否則老三或者是代孕如果發動政變是有軍權實力的。所以這個就是這部戲裡面的細節。那如果胡敬司他只是單純要把代孕殺掉，軍權拿回來，而不是，可是他年紀也大了耶，他90幾歲才死，他80幾歲。你知道剛剛我看到胡敬司背着皇上進來說體力真好。這裡有一個細節，在五代十國驕兵悍將的鬥爭之下，權鬥失敗者常常生死與命。因為這個權鬥是非常激烈的，是軍權的鬥爭，所以他其實也是為了自保。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是，但他自己就講了，自古以來最不缺亂臣賊子。那今天如果要麼我胡敬司是亂臣賊子，要麼你代孕是亂臣賊子，只選一個。呀、yeah, 就這樣，就是我不 care 你到底是忠不忠誠，反正你死了，你就是那個叛亂者。大家都想活下去，你可以這麼思考。OK， 好吧，那今天這次解讀呢就到這裡，這是太平年第2集的完結哦。那我們會繼續看太平年第3集。我們今天謝謝叔叔，謝謝大家，拜拜。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